说来大家可能不信，造小电驴遥遥领先的爱玛准备造车了，而且新车很快就要上市。当然，爱玛自己不会造车，而是拉上了2个小伙伴一起干，其中一个是吉利，另一个是知豆。吉利大家都很熟悉，但知豆估计有小伙伴就不怎么了解了。别看现在魏小李等新势力混得风生水起，其实论造车新势力的前辈，知豆才是元老。人家早在2006年就开始造新能源汽车了，曾一度风光无限。只不过在新能源的黎明到来之前，悄无声息地嘎了。这不，现在新能源蒸蒸日上，但凡有点实力的资本都想插一脚。知豆这个曾经的元老级新势力就被爱玛给看上了，联合吉利准备满血复活，大干一场。综合网络信息，知豆的新车取名为彩虹，将引入吉利和爱玛的供应链，借用爱玛的渠道销售，大概2季度内就会上市。所以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知豆的故事，何以破产，又何以被吉利和爱玛这2个大佬一起看上，未来又有怎样的前景？知豆的故事要从一位名叫鲍文光的男人说起。鲍文光，浙江人，早年是浙江模具厂里的一个小学徒，1997年成为厂里的技术副厂长。2000年，他下海创业，造电动自行车的零部件。在那个小电驴野蛮生长的年代，鲍文光赚得盆满钵满。他所创办的新大洋机电集团集小电驴模具、速件、无刷电机及控制器的研发制造为一体，一度占据20%的市场份额。用他自己的话说，比博士牛多了。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满足，他想2次创业干票大的。那么问题来了，干什么呢？他在小电驴零部件方面所向披靡，理论上直接下场和爱玛、雅迪们竞争更合适。但他看不上2轮，而是把目光瞄准了4轮，也就是如今的新能源汽车。2006年，知豆成立了。注意时间点，2006年新能源汽车在国内还处于萌芽期。2007年，相关部门才先后发布《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规则》和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07年本。强如比亚迪也是在2008年才发布的插混 F3DM。在这种绝大多数人还不清楚新能源为何物的年代，知豆就成了元老级的新势力。而鲍文光给知豆的定位则是造微型车，主打微出行、城市上下班代步。OK， 万事俱备，开始造车。对汽车啥也不懂的鲍文光一开始的思路是直接拿燃油车改装，比如买 QQ 或者奥拓的模具，再进电机和电池。但经过一番探索，以及清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陈全世给的忠告，电动汽车不能在传统汽车上改造，二者从设计中心上就全然不同。鲍文光决定放弃油感电，转而正向自研。2007年，他动用超能力拉来了已经退休的菲亚特南京公司的副总裁阿尔弗雷多·巴茨。2008年，再次动用超能力，请到江苏大学汽车学院的院长周孔烫教授加入，为还在手工搓车的团队引入专业检车设备和仿真软件。2009年，他又3顾茅庐，把前面提到的陈全世教授请来做顾问。大家估计不清楚陈全世教授的地位，咱这么说吧，他在90年就被时任总理钦定为中国电动汽车专家，中国第1版电动汽车标准的起草者也是他。及其3位汽车行业大佬后，鲍文光的造车事业走向了正轨。2013年，知豆首批电动汽车终于打磨好了，但车造好了，鲍文光却蒙圈了。他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造车需要资质，没资质不能在国内上市。一时半会儿搞不定资质的鲍文光就干脆换了个思路，选择把车出口到欧洲。2013年，知豆电动汽车通过了欧盟 EMARK 等标准认证，开始出口欧洲，首批销售1000多辆。紧接着，鲍文光开始申请国内造车资质。然而难，非常难，名不见经传的知豆根本搞不定。那怎么办呢？当然是和其他新势力一样，找个代工厂就完事儿了。2014年，知豆和众泰敲定合作，借用众泰的资质，成功在国内上市了首款车型众泰知豆。这款车非常迷你，整体看着很粗糙，和老头乐类似，续航120公里，售价10.88万起。就这怎么看怎么割韭菜的东西，当年也卖了近万台。原因无他，就是没啥竞争对手，比老头乐强点，至少算个车。不过很快又一件让鲍文光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坊间传闻，众泰看知豆这玩意儿卖10万块都有人买，就发挥皮尺泰的技能，偷学了知豆的全套技术和图纸，然后直接踢掉知豆，自己干。仅仅不到1年的时间，众泰和知豆决裂分手。2014年底，鲍文光只好重新寻找代工厂，很幸运的被吉利看中，吉利趁机入股，拿走45%的股份，成为大股东。
借用吉利的平台和资源，知豆的小车车有了质的飞跃，还在兰州成立了自己的生产工厂，接连诞生了知豆第一和第二两款重磅车型。数据显示，2015年知豆销量2.53万辆，2016年销量2.4万辆，2017年销量4.3万辆，3年卖出近10万辆汽车的知豆，估值一度达到80亿元。甚至在2017年，知豆第二跻身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榜的第6位，彼时的比亚迪看了都自愧不如。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吉利主动降低股份比例，成为了二股东，顺势帮助知豆获得了独立造车资质。彼时的知豆正值车声巅峰。然而，意外总是会突然到来。到了2018年，知豆的销量就急速下滑，仅卖出1.53万辆。2019年销量再砍至几千辆，沦落到破产边缘。让知豆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要从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说起。2015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要求双80，即续时里程80公里和最高时速80公里以上就能获得。知豆第一、第二车型正好卡线满足补贴要求。2016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由双80提升为双100，知豆的新车 D2S 又把时速提升到100，不多不少，争取最大限度的拿到了补贴。2018年标准再次调整，续航越长补贴越多，续航150公里以内不再享受任何补贴。这下完犊子了，小小知豆没有超150公里续航的新车，所以2018年知豆没了补贴，消费者又不可能按照补贴前的指导价买，就无人问津了。而说到补贴的利润，对车企来说简直是暴利。当年一款售价4.68万元的知豆第二，指导价高达15至18万。这就意味着一台相当于老头乐的小车，车企卖掉一台就能获得高达10万元左右的补贴，搁现在都能买一台798的秦了。但是知豆第二它真的配得上15万的指导价吗？显然它不配，这完全就是在薅补贴的羊毛。2017年9月，一份法院判决书也让知豆骗补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判决书显示，2015年底，兰州知豆一笔总价约8341万元的车辆订单中，地方政府补贴达到4124万元。此外，知豆公司还可以得到4.5万元每辆的国家补贴。也就是说，知豆每销售一辆车，来自地方政府和国家的补贴就已经超过了车辆售价的50%。另外，压倒知豆的除了补贴下降，还有补贴的未到账。新能源汽车前3年的补贴不是立马到账的，拨款要延后几年。对知豆来说，2017年之前的补贴一直不到位，2018年之后零补贴，销量断崖，双重压力，让知豆一下子举步维艰，资金链断裂。到了2018年8月，知豆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随后，知豆的经营情况进一步恶化，先后陷入了裁员、欠薪、欠款、诉讼等风波中，行业上下游多家企业广受波及。故事看到这里，解答大家几个疑问。一是知豆为什么在补贴要求变高的时候没能继续推出可拿补贴的长续航新车？答案很简单，知豆没那个能力。续航越长代表车子要造得越大，知豆是微型车玩家，几款车和老头乐基本无疑，说难听点就是工业垃圾，根本没实力也没技术去进入主流汽车市场。更何况在18年的时候，知豆因为大肆扩展新建厂区，融资不顺利，补贴未到账等原因，欠下了不少资金，已经无力继续开发新车型。还有小伙伴会问，吉利当初不是入股了吗？为啥没出手相救？吉利刚开始确实是知豆大股东，但在2016年就出售了一部分股份，退居2线，并公告将继续卖出剩余股份。当时外界媒体大多宣扬吉利和知豆分手，时任吉利 CEO 兼总裁的安聪慧也对此回应，表示吉利与知豆只是合资关系，但吉利自身有个称为蓝色吉利的新能源战略计划，知豆作为合资伙伴并不在战略内，吉利要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品牌，把其余新能源业务剥离出去。至于当初为何没有其他投资人去接盘知豆，原因也显而易见。2018年正是国产新能源爆发的前夜，补贴政策即将落幕，造车新势力一个又一个诞生，基本都在往中高端路线走。知豆的定位并不符合时代背景，更何况彼时的知豆负债将近20亿，还深陷骗补风波，想必也没有资本敢接手这么一个烫手山芋。最后一个问题，知豆想过自救吗？当然，知豆虽然欠下了一屁股债，但创始人鲍文光背后还有一家实力强大的新大洋机电集团，只要创始人肯输血，知豆还有可能续命的。事实上，2019年年初，知豆就打算转型，准备在南京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开发轿车和 SUV 等新能源车型。但很遗憾，归根结底，轿车和 SUV 不是知豆擅长的，再加上当时的新能源市场已经风起云涌，
强弩之末的知豆根本来不及完成转型。所以自2019年之后，知豆彻底凉了，资金链断裂，股权被拍卖，进入破产重整阶段。OK， 咱们继续。阔别5年，到今天的2024年，知豆的破产重整终于结束了。新的金主爸爸是熟悉的吉利以及意想不到的爱玛。吉利如今混得风生水起，手握多个新能源品牌，小到 Smart， 大到极客，卖的都很火，已然成为国产车企中的大佬级玩家。但现实需求来看，如今的吉利没理由再去开发一个曾经被放弃且名声不好的知豆。合理怀疑，推进知豆重整的不是吉利，而是新入局的爱玛。至于原因，个人观点给大家分析下。在新能源风口越来越盛的今天，但凡有点实力的玩家都想入场。爱玛创始人张健其实早就想造新能源汽车了，2016年投资了浙江今日阳光，可是苦于没有乘用车资质，只能生产老头乐到下沉市场。知豆虽然烂透了，但人家实实在在拥有令人羡慕的造车资质，并且是双资质。另外，爱玛造车选择知豆还有个合理的地方，2轮小电驴和4轮微型新能源有着相似的定位，消费人群是重合的。如果在爱玛店里卖知豆，无疑能够提高爱玛的销售渠道利用率，增强爱玛竞争力。可是对于造车，爱玛也是个新手，特别是造微型新能源，售价低，利润很薄，必须把控好供应链，否则一不小心就亏损。吉利作为车企头号玩家，供应链玩得炉火纯青，重新加入到知豆的复活赛中，无疑能更好的提高胜率。OK， 最后灵魂提问：爱玛和吉利能让知豆重回巅峰吗？个人观点，概率很大。知豆本身就有资质和生产工厂，只要爱玛及时输血，吉利帮助搞定供应链，车子很快就能造出来。这是吉利自己的微型新能源熊猫 mini， 这是知豆复活后的新车彩虹，两车对比一下，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很明显，吉利已经把熊猫 mini 的全套生产资料给了知豆，无需大力研发新车，车造出来后就要卖。根据网传的消息，知豆彩虹是放在爱玛的渠道销售的，爱玛在全国经销商超2000家，加盟门店2.5万个左右，就凭这强大的渠道，只要营销到位，很难卖不出去。毕竟知豆后续的营销肯定会打出吉利和爱玛2张牌的，就凭这2位金主的影响力，不愁消费者认可度。更何况爱玛那细到乡镇的门店，把知豆摆在乡镇大街上吆喝着叫卖都不成问题。咱们再设想一个场景，某3、4线城市的爱玛经销商门店里来了一位宝妈，准备花几千块钱购买一台小电驴代步。这时宝妈看到了店里摆在 C 位的知豆小车车，可可爱爱的外观一下就戳中了心巴。销售一顿忽悠，什么吉利和爱玛合作的品牌比小电驴跑得远，可以遮风挡雨，关键只要小几万块钱，用买小电驴的钱做个首付就能拿下。就这怎能不心动？